据乌军海王星导弹无人机袭击俄油库已经2天，但大火仍在燃烧，俄罗斯经济损失严重。乌军各部战果颇丰，俄军损失至少14000门火炮系统，俄芬边境80%俄军被抽调至前线参战。乌克兰飞行员在法国西南部秘密基地接受速成强化训练。俄罗斯与朝鲜签署共同防御协议，难道要一损俱损？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海王星反舰导弹，其成名于击沉俄黑海舰队莫斯科号，之后又经乌克兰升级改造，使其射程可达1000公里，且产量据说也增加了10倍，经常被用在 ATACMS 导弹不被允许攻击的地方。如此前海王星导弹就摧毁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卡夫卡兹港的油库，如今它再次发力，对俄军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大家都清楚，前2天，6月18日，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多个地区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其中最惨的是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亚速港的油库遭到无人机袭击，装有石油产品的油罐起火，过火面积超5000平米。如今2天时间过去了，大火依旧没能被熄灭。据亚速港卫星图像显示，乌军此次袭击造成至少22个油罐被波及。6月19日上午，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地区办公室通报称，罗斯托夫州亚速港油库火势仍扩散在3200平方米范围内。据悉，被袭击的油库属于俄罗斯 Azovstal 公司，其每月会有多达6万吨石油产品通过亚速港码头进行运输，同时在这里最多可储存3万立方米石油产品，这意味着乌军的此次袭击可能导致这储存的近3万立方米石油产品被毁，对俄罗斯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2024年初以来，俄罗斯石油行业多家企业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炼油厂的石油初加工装置停止运转。据路透社报道，光是第1季度就至少有7家俄罗斯工厂被迫停产，量变引起质变。如果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油库等目标，俄罗斯的燃料能源就将很快耗尽，进而影响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和战争投入。在前线战场，乌军仍在奋勇杀敌，且各部均有不小的收获。如乌军第7期空中机动旅使用 FPV 无人机摧毁了俄军道尔 M2 防空系统，又或是6月20日，一辆载满弹药的俄军卡姆 AZ5350卡车在卢甘斯克州佩尔沃麦斯克遇袭，被彻底摧毁。爆炸造成附近几座建筑物受损，路面被炸出弹坑。乌军第93机械化旅还使用 FPV 无人机击落了一架俄罗斯柳叶刀无人机。总之，据乌克兰6月19日公布的俄军损失数据显示，俄军火炮、装甲车等损失继续走高。其中，俄军损失的火炮系统自全面开战以来已损失了14000门，人员伤亡也逼近53万。俄军赢面真是越来越小了。俄罗斯指挥恐吓，说好的芬兰入约，俄罗斯就会增派部队驻守俄芬边境。结果人呢？6月19日，据芬兰情报部门称，位于芬兰附近的俄军部队的3个装备储存基地和1个机场出现大范围空置。相比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前，空置率达到80%。如今，俄芬边境的俄军兵力只有原来的20%，大部分被抽调至俄乌战场。兵力严重不足，且仅剩的维护基地设备也是陈旧、状况较差的，几乎属于破烂范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据分析，很可能是因为俄罗斯在前线战场遭受了严重损失。
过去2年多时间里，俄罗斯已经将所有能抽调的部队都抽调到了前线战场，并且还多次扩军，每月都动员3万人派往前线参战。结果不仅有去无回，而且俄多地基地都因乌军袭击出现了装备人员短缺的问题。可见，拥有源源不断武器援助的乌军给了俄军很大的压力。再加上俄罗斯明白北约大概率不会主动进攻，因此为了加大入侵力度和抵抗乌军的反击，俄罗斯最终选择明面上威慑北约成员国，暗地里抽边境俄军补充前线损失。但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俄军能力和野心根本不匹配，不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画下的红线也不断被突破。据法新社6月17日报道称，法国空军帮助培训的首批乌克兰战斗机飞行员正在法国西南部一处秘密基地接受 F-16战斗机训练。据悉，这批乌克兰飞行员有10人，年龄在21岁至23岁之间。在抵达法国前，他们曾在英国受过初步培训，如今要在法国接受为期6个月的速成训练，然后再前往另一个国家进行最后阶段培训。何为速成训练？简单的说，就是这10名乌克兰飞行员要在短短6个月内学习法国飞行员18个月才能完成的全部课程，其中包括80个小时的阿尔法教练机飞行训练，50个飞行模拟器课时。训练技能涉及团体飞行、空对地武器部署、空战战术和导弹拦截等。这些技能将大大提高乌克兰空军的战备状态，并将这些飞行员快速整合到整个欧洲的高级培训计划中。按照法新社说法，法国许诺今后的2年时间要为乌克兰培训26名飞行员。法国和乌克兰之间的合作体现了为应对东欧不断变化的安全格局而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此外，马克龙总统本月6日曾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幻象2000战机，并帮助培训乌克兰飞行员。而幻象与 F-16的操作是有区别，可见法国还会额外培训对幻象战机的培训。目前，法国方面暂未公布相关培训计划，而除了法国、美国、丹麦、英国正在进行的乌克兰 F-16飞行员训练外，目前已有丹麦、荷兰共同主导的11国联盟要为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的相关培训。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赖德也宣布称，可能还会扩大对乌克兰 F-16飞行员的培训计划。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入约有了明确的条件。据基辅独立报援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的话称，美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帮助乌克兰取得胜利，以实现乌克兰加入北约。如6月13日，美乌双方签署的双边安全协议明确了美国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并承诺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等方面继续合作。科比的意思是，简单的说，就是乌克兰必须打败俄罗斯才能加入北约。但什么是打败？这操作性就大了，是将俄罗斯赶出乌克兰境内，还是消灭一定数量的俄军，完全都是北约自己说的算。由此可见，加入北约大概率会成为乌克兰的归宿。据朝中社19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普京于当日抵达平壤，开始了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在访问中，普京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了一项全面伙伴关系协议。协议其中一项规定，俄朝任何一方遭到入侵、陷入战争状态时，另一个国家必须毫不延迟地提供军事和基地援助。条约还规定，两国不会与第三国签署任何侵犯对方利益的条约，也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利用其领土损害对方的安全和主权等。普京大赞了这项协议，将其称为突破性文件，两国关系因此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了解，俄朝双方之所以签署这样一份协议，一方面是因为双方都受到了欧美各国的严厉制裁，如朝鲜因其武器计划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严厉制裁，俄罗斯也因入侵乌克兰面临美国及其盟友的制裁。另一方面是在俄乌战争中，俄罗斯本以为靠优势兵力与火力能够闪电拿下基辅，结果却陷入战争泥潭，至今已是第3年。俄罗斯在持续战中急缺炮弹、导弹，
而当初采用苏联制式武器的朝鲜，变成了能够大量供应俄罗斯军火的合作伙伴。据韩国情报机构此前的估计，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运送超过1万个货柜的军火，这给双方的深度合作打下了基础。此次俄朝签署的协议生效前提是遭受侵略，那什么情况会被定义为侵略？若是从历史上看，就是远未达到物理攻击或网络攻击的行为。但就像上述乌克兰打败俄罗斯一样，侵略的定义完全是俄朝双方说了算。如朝鲜大概率会将美国和韩国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称为侵略。俄罗斯也曾将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归咎于北约对俄罗斯的入侵计划。一股只要对俄朝双方不利的行动都是侵略的味儿。至于援助协议是否会达到1961年条约相似的保护水平，会以何种形式援助，普京和金正恩都没有说明。但据克里姆林宫的网站称，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协议，要在边境建造一座公路桥，还签署了另一项关于在医疗保健、医学建筑和科学领域合作的协议。而且普京还表示，俄罗斯不排除与朝鲜展开军事技术合作，如在俄乌战场出现的高精度武器系统、战机和其他高科技武器等。此外，此协议还呼吁发展双方的经济关系，这对俄朝双方来说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如朝鲜因正在遭受一系列国际制裁，朝鲜急需货物和材料，而俄罗斯因战争缺乏劳动力，双方之间充满了互补，有很大的操作空间。据普京表示，仅过去1年的时间，俄朝贸易额就增长了9倍，可见此协议涉及了俄朝双方的方方面面。在公布条约的全文里，还包括了在核能、太空探索、粮食和能源安全方面的合作。对于普京和金正恩达成的武器援助协议，美国及其盟友表示担忧，担心朝鲜会向俄罗斯提供其在乌克兰战争中急需的弹药，以换取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从而增加朝鲜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带来的威胁。布林肯在华盛顿表示，普京的访问表明，俄罗斯正试图发展和加强与能够为其提供继续为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所需物资的国家关系。韩国方面目前暂无表态，但据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一名高官的话称，韩方正谨慎关注有关动向，将在内部研讨后再予以置评。同时，韩联社也指出，俄朝条约第4条规定的内容可被解读为自动军事介入，两国时隔28年再度恢复了同盟关系。总之，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正处于多年来的最高点。金正恩武器试射和美日韩联合军事演习的频繁进行，都加剧了半岛局势。前一段时间，韩朝之间还进行冷战式的心理战，如朝鲜用气球向韩国投掷垃圾，韩国则用扩音器播放反朝宣传等。今后半岛局势如何发展，火力军会持续关注。近日 ，MBDA 集团推出了一款全新的陆基巡弋飞弹，简称为 LCM。LCM 基于 NCM， 而 NCM 则是借鉴了暴风营导弹的技术。在俄乌战争中，英国的暴风营导弹发挥了重要作用，而 NCM 与暴风营导弹相比，它的体型更大，射程更远，设计层面更加先进。那在此基础之上的 LCM 将会拥有更强的穿透性、机动性和长射程。并且 LCM 还可以在无需战斗飞机的情况下进行高优先级的深度打击，能够有效地突破敌方的防空系统，同时还具备高准度同步打击能力，即使在机场遭到破坏时也能执行任务。虽然 LCM 尚未有公开的实战能够证明其作战能力，但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法国阿基坦级多任务护卫舰以及苏弗朗级核潜艇同时发射 NCM 进行演习打击，取得了显著效果。那么在它基础之上的 LCM 作战能力只会更强。未来，欧洲国家可能会成为 LCM 的主要用户，以此来防备俄罗斯的威胁。6月19日，爱沙尼亚从法国购买了12门凯撒自行榴弹炮，第一批榴弹炮计划于2024年底交付，剩余单位暂定于2025年中抵达。
他们将被编入爱沙尼亚新成立的第3自行火炮营。这批凯撒自行榴弹炮安装在6×6底盘上，装载18发弹药，配备155毫米口径加农炮，射程可达42公里，射速为每分钟6发，基本由5名最少3名组员进行操作。在乌克兰战争中，法国曾向乌克兰援助18台该类型火炮，并取得了异常显著的效果。据日本朝日新闻6月17日报道，由于自卫队人手严重不足，早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征召部门已经在一些高中和大学公开发布宣讲，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青少年把自卫队作为未来的职业选择之一。据日方资料表明，在2022年3月时，日本自卫队现役兵力仅有22.8万人，比24.7万人的目标少了足足1.9万人。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日本一度出台多种措施，包括提升自卫队队员的年龄上限，从26岁提高到32岁，以及增加自卫队的工资和津贴，改善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加强照顾队员子女及父母等，但全都无济于事，自卫队的空缺始终无法弥补。显然，日本自卫队招不到人，不是因为待遇不好，而是日本的人口出现了严重问题。日本现如今的出生率持续走低，年轻人的数量断崖式下降，人才竞争极其内卷化。为了稳固整体国情，日本不惜拉高整体社会的工资，改善整体的工作条件，降低所有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意图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但是，想要解决国防问题，并非一朝一夕。早期军事力量的肆意扩张，严重打破了人口自然增长的规律。这些补救措施在短期时间内同样是杯水车薪。当初种下的是因，现在结下的就是果。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俄罗斯与朝鲜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